大家好，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这一集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在实务上非常常用也相当重要的主题——档案共用与 NTFS 权限管理。在本集影片中，我会从基础开始说明 Everyone 共用的使用方式，以及在实际环境中如何正确设定共用权限与 NTFS 权限之间的搭配。同时也会示范多使用者存取测试，以及如何清除 Windows 认证资讯，解决账号切换时常见的问题。这些内容对于后续学习企业档案伺服器与权限控管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你对 Windows Server网络管理或 IT 维运有兴趣，欢迎订阅频道，也别忘了按赞支持一下。有想学的主题，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就开始吧。共用档案是透过本地网路让 Client 使用者可以存取 Windows Server 2025的内容。由于 Windows Server 2025建立了不同的使用者，有的使用者可以读取，有的使用者可以修改和写入，有的使用者则拥有完全控制权限。而具有完全控制权限的使用者就是 Administrators。NTFS 权限自 Windows XP 开始，已全面支援 NTFS 档案系统。NTFS 权限包含完全控制、修改、读取与执行、列出资料夹内容、读取、写入、特殊权限等。例如新增一个资料夹时，如果 NTFS 没有设定写入权限，即使在档案共用中设定了写入权限，使用者实际存取时仍然无法写入。因此无论是读取或写入，档案共用与 NTFS 权限都必须设定为一致，才能避免出现各种异常问题。本影片会讲解的内容包含 Everyone 档案共用、共用与 NTFS 权限设定，以及删除 Windows 认证资讯。在进行操作示范之前，请先确认 VMware Workstation Pro 已设定为 Host Only 模式，让 Windows Server 2025与 Windows 11处于相同的网络环境。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位置为192.168.0.1， Windows 11的 IP 位置为192.168.0.10，使用者需要先手动建立 Tom 和 Peter 两个账号。这些基础操作可参考先前的影片教学，本片不再另外示范，主要是为后续教学做准备。这里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档案共用方式，就是 Everyone 档案共用。这也是系统预设内建的权限，也可以手动将它移除。在 Windows Server 2025系统的 C 槽中新增一个资料夹 File Sharing。在该资料夹上按滑鼠右键，点选内容，再点选共用，接着点选进阶共用，勾选共用此资料夹，点选权限，选择 Everyone， 勾选完全控制，再依序点选确定，确定，最后点选关闭。切换到 Windows 11，开启本机，在位置列输入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地址。
此时会看到共用的资料夹 File Sharing。进入之后，可以自由建立档案、修改档案，甚至删除档案。如果不在同一个区域网络环境，也可以透过网路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进行高速档案传输。这是最简单的档案共用方式，同时也是免费且实用的小技巧，不需要另外购买价格昂贵的 USB 传输线。Everyone 档案共用适合电脑数量较少的情境，如果是在电脑数量较多的环境下，就需要在 Windows Server 2025中建立多个使用者，明确区分哪些使用者拥有读取权限，哪些使用者拥有修改与写入权限。在操作之前需要注意两个重点。第一是移除 Everyone 使用者的档案共用，第二是停用继承。另外还有4个操作流程。第一步设定 NTFS 权限，第二步设定共用，第三步建立子档案，第四步登入使用者并进行测试。第一个重点是移除 Everyone 使用者的档案共用，因为只要它存在，其他使用者在登入存取时可能会随意写入或删除共用档案，这样建立其他使用者就失去意义。因此应移除 Everyone， 只允许指定使用者存取。第二个重点是新增资料夹后一定要停用继承，原因是当新增资料夹后，里面的子档案会继承上层资料夹的权限，不利于在同一资料夹中针对不同子档案做精确的权限控管。举例来说，Tom 拥有读取权限，可以开启 File Sharing 资料夹，但不代表他可以开启其中所有子档案。再举例，Peter 拥有修改与写入权限，在同一资料夹中，有些子档案可以被修改与写入，有些则不行。这就是停用继承后的效果。第一步，设定 NTFS 权限。切换到 Windows Server 2025的 C 槽，将滑鼠移到 File Sharing 资料夹上，按滑鼠右键，点选内容，再点选安全性，点选进阶，然后点选停用继承。此时会提示选择处理方式。第一个是将继承的权限转换成此物件的明确权限，这个选项不会删除使用者，只是取消与 administrators 的继承关系。第二个是从此物件中移除所有继承的权限，会移除 administrators 以外的使用者。这里选择第二个选项，重新分配指定使用者权限。停用继承后，为 Tom 指派读取权限，为 Peter 指派修改与写入权限。点选新增，再点选选取一个主体，输入 Tom， 点选检查名称，确认使用者存在后按确定，接着勾选读取与执行，列出资料夹内容读取。这些权限会互相关联，需一并设定。确认后点选确定，再点选新增，输入 Peter， 检查名称后确认存在，点选确定，勾选修改，
系统会自动包含写入等相关权限，且必须具备读取相关权限才能生效。完成后点选确定。最后确认 Administrators 是否拥有完全控制，否则将无法在本机建立档案与共用。点选编辑，选择 Administrators， 勾选完全控制，点选确定。第二步，设定共用，点选共用，再点选进阶共用。勾选共用此资料夹，点选权限，选择 Everyone 并点选移除。接着点选新增，依序加入 Tom 与 Peter， 为 Tom 指派读取，为 Peter 指派变更。需要注意的是，变更权限不会单独存在，会自动包含读取，而读取是变更的前提条件。完成后点选确定，再点选确定，最后点选关闭离开设定视窗。第三步，建立子档案，进入 File Sharing 资料夹，建立两个文字档 Test1 与 Test2。输入内容后储存。接着设定 Test1 的权限，让 Tom 具有读取权限， Peter 具有修改与写入权限。对 Test1 按滑鼠右键，点选内容，进入安全性，再点选进阶。由于 Tom 与 Peter 与 Administrators 之间仍有继承关系，需点选停用继承。选择第一个将继承的权限转换成此物件的明确权限，以保留原有使用者但取消继承关系，这样就不需要手动删除再重新新增。完成后点选确定，再点选确定关闭视窗。最后设定 Test2， 让 Tom 不具备读取权限， Peter 不具备修改与写入权限。操作方式与上述相同，直接移除 Tom 与 Peter 即可。这样的设定是为了后续登入测试时验证权限是否正确生效。完成共用与 NTFS 权限设定之后，接下来切换到 Windows 11，在本机的位置列输入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位置 192.168.0.1。此时会跳出输入使用者名称与密码的视窗，请记得不要勾选记住我的认证，否则下次登入存取时会很难切换登入使用者。先测试具有读取权限的 Tom， 再测试具有修改与写入权限的 Peter。
如果在 Windows 11的位置列输入了 Windows Server 2025的 IP 位置，并且勾选了记住我的认证，重新启动 Windows 11之后，就会很难切换登录账号。这时不用担心，也不需要使用第三方软体来删除 Windows 认证。在 Windows 11的控制台中，点选使用者账户，再点选认证管理员，接着点选 Windows 认证。此时可以看到曾登入的 IP 位置资讯。将其展开后，会显示登录过的使用者名称与密码资讯，点选移除即可完成。除了在登录时避免勾选记住我的认证，如果需要切换登录使用者，也建议重新启动 Windows 11。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类技术教学，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也欢迎按个赞支持一下。有什么想学习的主题，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影片再见。